最近网上有一段货车在雨天失控撞车的视频引起热议，只见它侧滑甩尾撞向左侧护栏，然后一边侧翻一边旋转，最后竟然自动站立起来，完成了360度回旋特技。对此现象有人疑惑，为什么下雨天汽车出现打滑失控，结局总是像这辆货车一样甩尾旋转呢？另外，眼看着货车就要90度侧翻，为什么最后又能自动回正呢？同时还联想到奇瑞汽车最近进行的一次侧翻试验，当车辆右侧抬起，以左侧贴地姿态滑行旋转时，最后一刻也是自主翻滚回正，看起来和卡车的侧翻回旋动作十分相似。有人说这就是奇瑞最新公布的侧翻落地自动回正技术，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？带着疑问，我们先来研究汽车在雨天打滑的情形。这时轮胎将地面水膜挤压出高压的歇脚，把轮胎接地面的前段顶起，形成无抓地力的挤压区，后面的水则被轮胎花纹排出，形成抓地力降低的覆盖区，剩下几指宽的面积才是有抓地力的牵引区，这称为轮胎不完全滑水现象。而排开的水会快速向中间冲击聚集，形成大量泡沫，使后轮花纹出现气阻拥塞，排水量降低，导致挤压区向后延伸，将后轮顶离地面，变成完全动力滑水。此时打方向变道，就只有前轮的横向抓地力在推动车身加速旋转，所以雨天总是出现后轴侧滑甩尾。为此厂家规定，如果只换2条新轮胎，要优先换到后轮，以便让后轴获得更大的横向力，将侧滑的车身牵拉回正。虽然新轮胎换给后轮有些反直觉，但卡车撞击侧翻又旋转回正的特技才是倒反天罡。观察这辆失控甩尾的卡车，它几乎是横过来撞向左侧护栏，但撞击瞬间，车辆实际运动方向和车头指向存在侧滑角，而凹陷形变的护栏又将车头卡住，变成了固定的支点。于是车身依靠前进动能绕着撞击点旋转起来。由于撞击位置较低，支点处的压力和车轮向后的摩擦力共同对重心形成倾斜力矩，让水平旋转的车身被力矩推动向右侧翻。当旋转到车头朝后时，由于车身和撞击点分离失去支点约束，就开始靠自身的转动动能克服右侧前后轮的摩擦力继续旋转，使车身绕着靠近重心的顺时钟心水平转动。同时重心越过支撑线开始加速右倾，变成了自旋和侧翻的叠加运动。虽然这时车身已经极度右倾，和地面夹角只有30度左右，但快速甩头的动作使后轮向后滑动，同时前轮向前滑动，这样前轮由于花纹边缘产地摩擦系数很大，从而产生较大的摩擦力。反之后轮正在用平整的胎壁摩擦地面，阻力要小得多。如此一来，自旋车辆的前轮对重心的回正力矩明显大于后轮的倾斜力矩，推动车身不断翻转回正。所以这辆卡车之所以能完成惊险的回旋，主要原因就是前轮制造的阻力矩。既然如此，再来看奇瑞汽车的侧翻试验。虽然测试车在离开导轨后以左侧翻姿态向前滑行，但显然在前进方向上，重心两侧受到的地面摩擦力并不对称，所形成的剩余力矩推动车身在滑动中旋转起来。当转动到270度时，摩擦力推动车身向前进方向倾斜，让左侧前后轮的胎面边缘产地，导致阻力急剧增大，把侧翻的车身向前绊倒。于是出现和前面特技卡车同样的情形，在最后的90度旋转中重新站立。所以这和奇瑞发布会上公布的侧翻落地自动回正技术其实并无关系，能够回正完全是巧合使然。而奇瑞所公布的技术，据推测可能是车辆感应到90度侧翻后，展开裙边侧气囊充气形成支点，然后前轮向侧翻的反方向偏转并向后转动，同时后轮向前转动，这样前轮摩擦力的纵向分力就被后轮摩擦力抵消，只剩前轮的横向分力推动车身在气囊上滚动，利用摩擦力对重心的翻滚力矩回正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该技术和卡车靠阻力矩回正其实原理类似，但不同之处在于，卡车即使如此猛烈撞击护栏，最后也只是掉个保险杠，因此和轿车相比，它才是真正的公路之王。